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德国媒体每天都在跟踪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的消息。根据德国图片报的报道，今年第三季度，大众汽车的利润断崖式的下降了63.7%。中国市场的表现也不好，它的销量下降了15%，15%是很严重的了。但是大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别以为大众汽车集团好像就岌岌可危了，马上就倒闭了一样，其实也并不是啊。比如说，今年从1月到9月，也就是前3季度一起，大众汽车集团它实现营收高达2372.79亿欧元，而它的营业利润呢达到129亿欧元。虽然同比减少了20.5%，但是如果折合成人民币，它的利润仍然高达1000亿元人民币，其实还是很可观的。但是从大众本身来说，大众现在的形势真的非常的不好。图片报强调，昨天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的总裁叫布鲁姆，他说，德国大众的成本实在太高了，是欧洲其他区位的2倍。大众在欧洲的业绩差，在中国的业绩刚才看到的同样也差，所以呢，他说我们必须把成本降下来。德国图片报强调，虽然工会组织极力争取，但德国大众准备关闭至少3家在德国的工厂。原先德国媒体报道说可能会关闭3家工厂，现在是说至少3家，也就是说有可能4家、5家都有可能啊。裁员数万人，没被裁员的人呢，他的工资也要削减至多18%。这个事啊，直接惊动了德国总理府。所以昨天，德国各大公司的总裁被德国总理请去总理府举行所谓的工业峰会，可见啊，德国工业几乎是岌岌可危了。然后就在前几天，图片报还以煽动性的标题来报道大众的所谓惨状。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，德国工业的心脏，德国工程的象征，大众汽车面临历史性裁员。大家可能也知道啊，国外的工会势力非常强大的，在德国也不例外。所以即使呢，大众汽车他们的整体形势特别不好，德国大众工会呢却一点都不含糊啊，继续组织工人在德国大众汽车各厂抗议示威，并要求加薪7%，另外还要保障就业岗位。今年9月，大众就宣布可能关闭在德国的工厂和裁员，并考虑结束一项长达数十年的就业保护协议。该协议承诺直到2029年年底都不会裁员。公司管理层写信给员工称，我们的生产成本太高了，每辆车的成本明显高于竞争对手。大众汽车和工会称，他们一直在努力解决可能的工厂关闭和裁员问题，但形势非常的悲观。大众董事会坚称，至少关闭3家工厂，而且是德国的工厂。3家工厂涉及到几万人可能就要失业，而且这还不是全部。除了关掉3家工厂外，其余工厂也要缩小规模。所有大众在德国的工厂都会受到影响，所以啊，德国大众工会的主席甚至说，没有人会是安全的。根据德信社的数据，大众在德国有10家工厂，雇员总人数约为12万人。这12万人当中，有部分会被裁员，更多的人则被要求降薪。这背后影响的是德国多达10万个左右家庭。那大众为什么要裁员呢？当然，直接原因是因为它业绩不好了，但是道理却是另外一个。说来说去，还是要说到俄乌危机。俄乌危机打起来后啊，北溪1号、北溪2号管道都被炸，德国失去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，它的工业成本高涨，所以通过这被迫来了一波去工业化。同时，欧洲市场也非常的低迷，需求不足，所以呢，业绩下降。在中国市场，我们前面提到了啊，光是第3季度，它的销量就下降了15%。几年来啊，德系车面临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，已经明显掉队了。一面是欧洲的夹击，一面是中国的夹击，也就是说双面夹击。大众能挺到现在才裁员，已经是奇迹了。当然，裁员是大众集团的想法，大众的员工可不这么想。俄乌冲突打起来后，欧洲德国也不例外，通胀不断增长，不仅是企业成本增加，普通德国老百姓生活成本也上去了。德国大众的工人他们要求加薪，
这点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。大众董事会本来想的是全体员工降薪10%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共度难关。但是工会则要求加薪7%，所以大众管理阶层一想，加薪加个球呀，还不如把工厂直接关了，成本不就省下来了吗？大众高层说：“我跟你们耍那么多嘴皮子干嘛？”于是呢，就闹到了今天的这个地步。但是工人们可不管你企业的成本高不高，老子生活都成了问题了，所以必须涨工资。于是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一边大众的业绩断崖式下降，而另一边大众的员工集体抗议示威，并宣布要进行激烈抵抗，直至占领大众的工厂。其实说来说去啊，我觉得啊，大众这帮子人啊，他们脑子有问题。人家大众老板就准备关闭工厂了，你占领工厂还有个毛用啊？不过平心而论啊，工人们的要求虽然不合理，但是我觉得有道理，因为毕竟啊，他们也是德国这高通胀的受害者。只能说，你看，像德国、像西方选出来的领导人，没有站在他们一边，而是站在美国以及乌克兰一边，特别是德国直接政府。所以呢，让德国老百姓承受了痛苦，也就是说，让德国大众的员工承受了痛苦。不过不要紧啊，西方民主不是一直鼓吹说我们西方民主有自动纠错功能？那么这次选错了，下次我们就纠正过来选别的。如果下次还是选错，那再下次把别的选过来，总有一次选对吧？所以说来说去啊，西方民主能够纠错也有它的道理。但是时间不等人啊，这届错了，下届又错，下届错了，下届又错，一个国家可经不起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折腾呢。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羡慕所谓西方民主制度，还羡慕那种西方所谓民主制度自动纠错这个功能。这种话我以前也听说过，特别是国内很多公知他都是这样说，还说到什么西方的那个自由市场也有那个纠错的功能。另外还有说，西方民主制度是小政府，它很少介入普通人的生活，它很少介入经济活动。但是从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到底是谁介入了很多经济活动？你看看，制裁的制裁，还有对自己国内企业的补贴，或者禁止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，比如说与华为打交道，这些都是以前西方鼓吹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。但是现在他们的政府的那个手啊，他的抓手到处都是，而且这西方政府，特别是美国政府，还能够实行长臂管辖。现在我们回到德国大众，大众受成本上涨，中国竞争两面的夹击，所以现在要准备断腕求生，但大众的工人却怒了啊！有趣的是，这次啊，德国媒体没有站在可怜的工人那边，而是普遍认为大众此举是出于无奈。是情有可原的。比如说，莱比锡人民报就发社论称，大众好比一栋大的房子，房子中有许多附属的建筑物可以支撑收入来源，只要中国市场蓬勃发展，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，足以让它可以忽略旧房间中的翻新需求。但是现在很显然，德系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更多的是被中国国产车企抢走了。特别是被中国国产的电动汽车车企抢走了，大众的好日子至少在中国来看到头了。而中国是大众汽车最重要的汽车市场，如果德国大众在中国的好日子到头了，那就可以这样推断，大众工人的好日子在德国工人啊好日子也到头了。德国图片报称，大众汽车有政府参股，政府介入公司的运作，所以导致了大众汽车他们的人员结构啊长期臃肿，员工有的在此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了，而且他们拥有的薪水是高于平均水平的啊，所以在大众内部反对改革的阻力特别的大。不过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只是推迟了早就应该发生的事，那就是车企膨胀的人员结构必须终结。怎么说呢？德国媒体意思很明显了，大众这个变革，也就是呢减薪、裁员、降低成本，不是不应该做，而是早就应该这样做了。现在才开始变革，已经太晚了。而德国工人呢，他们长期拿着高于平均水平的，实际上呢，也是高于他们本身应得的工资，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。
他们凭什么每周比如说工作只有35个小时，或者呢只工作4天，而他们拿的薪水是中国工人的好几倍，这本身真的不正常。所以呢，现在大众关厂、裁员、降薪是对的，也是应该的。其实呀，在德国裁员关厂的不仅仅只有德国大众一家。2024年上半年是德国企业破产创纪录的时期，大量德国企业倒闭、破产、出走。俄乌危机的外溢效应只是导致企业破产的一个因素，也是德国去工业化的推手之一，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了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因为大众是德国工业、德国工程的标志，德国汽车的标志，所以呢，大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像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好日子正在逐步走向终结，发达国家的光环像德国这样正在逐步褪去。以前不少中国人羡慕的发达国家待遇多好呀，福利多好呀，还有工会呢帮助维护他们的利益啊等等，说起来都是你看人家德国怎么好。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要完蛋了，或者已经完蛋了，而大众汽车可能正在完蛋的路上。大众它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但是现在大众汽车一年不如一年景气，是大家有目共睹的，特别是在中国市场。像德国这样的国家，它为什么过去几十年它的国家不错，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，他们的收入也比较高，但这只不过呢是历史机缘的巧合。他们最早进入工业革命，所以跟中国比起来，他们有先发优势。现在中国快速的追上来了，在很多产业与德国还有与其他西方国家形成竞争关系，而且在很多方面或者越来越多的方面，甚至呢赶上超过他们了。从他们角度来说，中国抢了他们的蛋糕。由于中国追上来了，那就导致了像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，他们优厚的待遇啊，他们的福利啊，他们的光环，统统被打回原形。所以，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对德国、对日本、对其他西方国家的挤压速度到了什么程度？到了欧洲已经开始耍流氓的程度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欧盟从前年开始，前年是11月1日，给中国电动汽车加了关税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。之前中国为了给欧盟融入文明社会的机会，双方开始谈判，听说谈判了8回，而且一直都是在欧洲举行的。谈判过程中，不文明的欧盟来了几手阴的啊！欧盟一边和中方代表谈判，一边在私下里却单独拉拢12家中国车企，想跟他们单独谈判，企图分化中国。所幸的是啊，被欧盟单独拉出来的车企，他们的觉悟非常高，立马给中方谈判代表报告了。于是中国商务部就公开打脸欧盟，说你们谈判没诚意啊。不过呢，这还没完，这次欧盟自己才是展现劣根性的一方。西班牙前阵就来找中方谈过了，西班牙也从咨询性投票时的赞成，变成了实质性投票时的弃权。这几天芬兰总统访华，接着就是斯洛伐克的总理也来访华。可见啊，欧盟没有把中国车企各个击破，反而被中国各个击破了。所以啊，这就是欧洲人的劣根性啊。事实上，欧盟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比较鸡贼，他们议定征收的关税从17%一直到35.3%，为什么？他就是想用不同的税率来分化中国车企，企图各个击破，防止中国企业联合起来。欧盟给的规则是，你们这些企业谁先投降配合我们欧盟，那谁的税率就能降一半，谁拒绝调查而且不给关键技术，就会享受顶格的税率。据说啊，欧盟要求中国车企不仅要提供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，还要提供所谓的配方等等商业秘密，这不是赤裸裸的欧盟想要套取中国的核心技术吗？所以你们看啊，欧盟一方面想抢你的技术，另一方面还想分化你，看能不能找1、2个企业做突破口，反正能抢一个算一个。而中国的诉求很简单，所有的车企必须做一个整体与欧盟谈判，这样才能最大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。朋友们，当然了，欧盟的阴招还远远不止如此。比如他们要求中方
给每个企业的每个车型都设定一个最低售价，这就是纯粹的为难人了。咱们说欧盟没有什么谈判诚意，是比较贴切的。双方谈都谈了8轮啊，而且一直在欧洲谈。中国要求他们到中国去谈判，他们不，所以在这里以逸待劳。欧盟出了玩阴的，还给了中国2个选择，一个是接受高达45.3%的关税，另一个呢是做出最低售价承诺，或者到欧洲投资。欧盟要求最低售价承诺是不低于3万欧元，3万欧元是多少人民币？是大约24万人民币。所以到底是谁在阻止欧洲人民能够买到实惠的汽车？是谁在阻止欧盟实现绿色转型？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中国接受了3万欧元的限价，这样中国车企相当于事实上放弃了20万元以下的紧凑车型，而这个车型是卖的最多的。但是这里的限价没有说清楚，如果他们设定最低限价，比如说3万欧元，如果中国企业能把出口到欧洲的电动汽车的出厂价大幅度提高，这样的利润几乎都在中方，我觉得这样的结果也不错。但是我们就不知道它这个设定最低限价是什么意思啊？德国的媒体也没有介绍清楚。那如果是卖价太高，由于太贵，那么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就很难有销量，这样最后受损的还是中国车企。另外，欧盟故意设定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，大大加高了中国电动汽车进入欧盟的门槛。它另外一个目的是想让中国车企呢到欧洲去投资，这也是他们包藏的祸心。但是我们别忘记中国车企的竞争力来自于中国的汽车全产业链，这一点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？如果这样的企业到欧洲去投资，产业链是不是也全搬过去？如果没有搬过去，到欧洲投资，它的生产成本能降低吗？按照欧洲那些人的人工成本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法律法规，大大提高了中国车企的生产成本，最后导致中国的车到欧洲投资没有任何的竞争力。所以欧洲人他们的工资高，什么福利好，福利好就表明他们一周可能只干35个小时，还有带薪假，还有这样那样的福利。德国那些工人西方工人他们特别的懒，其实他们的生产效率很低特斯拉老板马斯克频频吐槽，在德国也有一个特斯拉的工厂，那里的效率怎么样？马斯克心里最清楚。他们甚至那个高压输电塔都被火烧了，是谁干的？还不是德国人自己，一些所谓的 NGO。所以呢，还指望去欧洲、去德国去投资。另外了，德国大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德国工人就把大众自己都干死了，还希望中国的车企到那里去投资，总不可能把中国的全产业链全搬过去吧？不会吧？德国企业产业链都在外逃呢，大众电动汽车的研发也搬到中国去了，还希望中国送人头到德国那边去，这想法真是太美好了。更何况欧洲作为老牌的流氓，明抢的手段可是太多了。最近的例子就是他们明抢俄罗斯在欧洲国家的所有的国有资产，还有以前日本车进军欧洲的时候也是被猛坑了一把。比如欧洲国家给日本车设定了配额，就那么多车，多了不能进。还有更夸张的，比如说法国，他要求你从港口卸货，但是通关要到什么地方呢？要到内陆的某个城市去，卡死你。还有意大利也没有好多少，要求你中国车企到意大利设厂呀，但是等你去了之后，要求比如说意大利的配件国产化要达到几%，或者必须从其他欧洲国家买，其实就想坑死你。所以中国的态度应该很明确，加关税那就没投资，想用关税威胁中国换取中国的投资，门都没有。或者投资可以要到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去，不与中国为敌的国家去，比如说匈牙利。反正欧盟肯定是没有诚意与中国谈判的，因为他那个莫须有的罪名说中国政府过度补贴中国电动车车企，难道能够补贴10年20年？车企老是赔钱，中国政府一直在补贴吗？你欧洲人没有能力降低你的生产成本，你这个生产成本根本做不到，不表明中国人这个生产成本做不到呀？比如说考试吧，中国人考100分，
你欧洲人只能考90分，你不能说啊，我欧洲人只能考90分，你中国人考100分，就绝对是不可能的，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中国邀请了欧盟到中国去谈判，邀请了 N 次，好像也没去呀，就恰恰说明欧洲没啥诚意嘛。前面的 N 轮谈判都是中国跑到欧洲来，直到现在啊，即使大众汽车已经岌岌可危了，还有其他德国车企呢，现在的日子也很不好过。但是即使这样，德国很多人还是迷之自信，认为自己国家工业特别强，认为啊我们的收入特别高，我们的生活特别好，认为我们德国车多牛逼。这样的德国人真的不少，其他欧洲人也大同小异，迷之自信，那直接的后果就是带来的骚操作。估计欧洲人他们的好日子过惯了，真以为啊他们现在还是大老爷，不把中国放在眼里。所以我认为啊，中国车企冲击西方，冲击德国，冲击法国，冲击日本等等等等，还需要加大力度，真的要把他们一个一个干趴下去。目前的趋势看来，至少在中国市场，什么德国啊、日本啊、美国啊、法国啊，他们的车企现在的机会越来越少，甚至呢会一个接着一个崩溃。不信吗？我们等着看。朋友们，今天咱们讲的就是德国大众汽车遇到了非常大的麻烦，他们利润率断崖式的下降，在德国的生产成本太高了，大众汽车不得不关闭至少3座大众汽车工厂，裁员好几万。没有被裁员的其他员工被降薪。大众汽车是德国工业的缩影，大众汽车今天的境地，可能也是德国其他工业的明天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像德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，会从妥妥的发达国家一夜回到解放前，变成发展中国家，这不是不可能。这个地球上至少我想起来有2个例子，一个是阿根廷，另外一个是南非。南非当年是准发达国家，而阿根廷50年前、60年前本来就是发达国家，现在妥妥的变成了发展中国家比较穷的国家了。那今后像德国、像其他西方国家，会不会步这2个国家后尘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